最近特斯拉的股价暴跌，有人说是因为特斯拉前面的财报介入的问题导致的，但是这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你看中国的比亚迪，如果你真要算，已经跌了2年了。理想稍微好一点，但是股价最近也是暴跌的。耶伦最近访华，说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和光伏产业产能过剩，并非空穴来风。产能过剩也是导致电动车产业暴跌的原因之一。我们先回到特斯拉本身吧。特斯拉的2023年之前的销售利润都是呈井喷的，每年年增长大概是50%左右。然而2023年的年增长只有17%，而这部分增长增速主要还是来源于特斯拉的降价促销。也就是说，如果特斯拉不降价促销，也许年增长并没有17%。特斯拉的财报中，其电动车的利润占比实在太高，接近85%。也就是说，如果特斯拉找不到其他增长点，那么特斯拉还真的可以被当做一个传统的车企来看待。考虑到特斯拉现在的估值，我感觉4700亿美元作为汽车厂商还是挺贵的。对应的，丰田的估值是3100亿美元左右。从销量来看，特斯拉一年也就卖出了180万台车左右，而丰田一共卖出了1000多万台。毛利率来看，2023年特斯拉是18%左右，而丰田则是19%左右。仅仅从卖车的角度来看，特斯拉是比丰田贵的。所以目前从财报来看，特斯拉在电动车的未来增长点无非是 Model Q 或者 Cybertruck。但是如果仅仅是卖车的话，特斯拉值这个价钱吗？后面我们会分析 Model Q 和 Cybertruck 的市场。而特斯拉引以为傲的 FSD， 这几年的销量则是不尽人意。市场估计购买 FSD 的用户大概只有10%左右。往好的方面想， FSD 购买率可以提高不少，但是往坏的地方想，也许 FSD 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FSD 是一种自动驾驶技术， FSD 的买断价格这几年也是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000一路上调到15000美金，这也使得 FSD 的普及变得很艰难。目前特斯拉应该也发现电车的增长可能面临瓶颈，开始降低 FSD 的售价来扩大自己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了。从2024年3月开始， Elon Musk 要求交付的时候需要给客户演示 FSD， 并且提供1个月的免费试用，试图提高 FSD 的销售。另外 FSD 的价格也下降了，订阅的价格从$199每个月降低到$99每个月。之前特斯拉在美国的销售中，每台特斯拉标准版都含有$3750的退税补贴，而长距离版则可以有$7500的补贴。这个补贴最后会因为特斯拉的供应商主要来自中国而被取消或者减半，而2024年正是这个补贴减半的日期。特斯拉 Model 3的补贴统一变成了$3750，因为特斯拉的车的电池并非完全美国或者美国的有案制造的。不过我查了一下资料，之前这个补贴是作为退税额来补贴的，而现在则是直接退的，也就是2024年之前消费者需要自己申报。如果消费者缴的总体税收都没有$750的话，是没办法退掉这$750的。这个我不太清楚到底会是利多还是利空。之前的退税方案并不利于普通消费者，而利于高端消费者，因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所以这个政策理论上是可以促进电动车的销售的。我查阅了中国、美国和欧洲的2023年的汽车销量都是呈上升趋势的，特斯拉在这几个地区的销售也是上升的。但是问题是，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从这几个季度的数据来看，似乎已经有点到头了，而美国也有这个势头，中国就更不用说了，竞争非常激烈，特斯拉在中国并没有绝对优势。从新车的渗透率来讲，欧美仍然有空间，中国这边的新能源车新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了，而欧美仍然在20%以下。但是我查阅了一下美国和欧洲的充电站的建设水平，感觉短期对特斯拉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美国大部分充电站都集中在加州，而全美的充电站一共也才6.4万个左右，欧洲则是大概有37万个，中国则是超过了180万个。
为什么说从充电桩的数量来说，对特斯拉来讲不是好事呢？目前看，购买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的，家里基本上都有一台油车。Model 3和 Model Y 可以算是真够的。从中国这边的经验来看，如果低端车型需要普及，也就是 Model Q 这种廉价车型要能够普及，则需要足够的充电站。为什么呢？因为电车的续航达成率一般只有8折，如果跑高速公路，则一般是6折。考虑到美国那边的情况，如果充电站不够，对低端消费者会是一个灾难。一台600公里续航的电车，很有可能跑高速只能跑300多公里。充电站如果不够，在地广人稀的美国，可能得跑好几十公里才能充电，这是很浪费时间和精力的。而且目前的充电技术，充满600公里的续航需要接近1个小时，即使是80%的电量，也需要30分钟左右。本来廉价车型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和工作用的，这么浪费时间和精力，则会变成累赘。这对 Model Q 的普及来讲，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在 Model Q 可能会推出的2025年，美国的充电站可能建设也不怎么样。也就是说，对 Model Q 和 Cybertruck 这种通勤和工作用途比较多的车型来说，政府在电力基建上的建设决定了这种车型的普及率。也就是说，欧美电车的渗透率还跟欧美的基建挂钩，而欧美这种非储蓄推动投资的国家来讲，基建的进度会显得很慢，短期对特斯拉的股价来讲并非好事。Cybertruck 这种车如果去野外，电力是不够的，是挺危险的。一般的皮卡在加油站带上几桶油就是了， Cybertruck 就比较难了。另外则是韩国也是储蓄推动投资的国家，也就是说韩国可以把车造得很便宜。你看韩国车在美国和欧洲的占有率就知道了，韩国车并不差。那么对于仅仅想拥有一台电车的人来说，韩国车可以以非常廉价的价格和特斯拉的 Model Q 比拼。美国在去掉中国的供应链之后，很难培养其他供应商，需要的时间很久， know-how 不是一天就能搞定的。特斯拉之所以销量能上来，主要是依靠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在特斯拉没有开始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之前，特斯拉的产能一直上不来。从我列举的数据可以看出来，特斯拉是在上海工厂建立之后才开始产能提升的。我们在中国的发展模式里面曾经提到过，这种发展模式是通过压缩居民消费来提高投资的效率的，这点在美国是非常难做到的。也不知道后续特斯拉能怎么攻克这个问题。而工程这种东西缺少实践，尤其是大量的实践，又很难产生足够的 know-how 来满足各种工艺的需求。比如曾经电压一致性很难搞定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管理系统，就是主要在中国这个训练场里面搞定的。而特斯拉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则是需要面对中国电动车产能过剩的局面，不得不一路降价。这样的话，特斯拉的毛利率和利润会继续下行，但是销量很有可能只是保持不变。毕竟中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了，你不能在8万这样的市场有100%的增长了。而特斯拉的 FSD 在中国面对如此多的智能驾驶公司，则是显得十分艰难。首先是从目前的中国的智能驾驶的情况来看，特斯拉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特斯拉还拒绝了激光雷达，这使得特斯拉这种纯视觉方案在识别静态物体的时候经常出错，比起中国公司的方案来说，可能显得落后了。其次是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自动驾驶公司都不能够实现出车祸就直接把责任全揽，也就是说，这东西从法理来讲，也就只是个辅助驾驶而已，也就是责任还在驾驶者身上。那么这就相当于是购买者花钱给自动驾驶公司去做实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东西还没有成熟，尝鲜者会购买，但是对一般消费者来说，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收益。虽然我们是做财经和宏观的频道，但是其实我们是程序员出身的，我们接触过不少图像识别的模型，
我们知道大部分识别都没有办法做到100%，超过95%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么问题就是，假设有5%的概率会死亡或者产生重大的事故，这样的技术你会接受吗？如果是1%呢？而如果你看过中国的小鹏、华为、理想的各种自动驾驶的视频，你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些所谓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实际上大部分都需要有人监控的，且大部分时候发生的事故都会被归咎为用户的问题。虽然 FSD 降价会增加购买率，使得特斯拉在除了中国之外的地区增加更多的利润，但是 FSD 未来的路主要还是在法理上如何界定责任，以及错误的部分能不能做到0.00001%且损失很小。最后则是说一下电动车的前景。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碳中和的目标，电动车也许不会在这几年推进得这么快。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电车和油车也仅仅是动力模式的变换，从工具属性来说并没有变太多。另外，在部分国家，电费并没有比油费便宜，甚至还更贵，这就导致电车本身并不一定有使用成本的优势。但是如果用户能够安装一套太阳能发电装置，并且蓄能的话，那么这就有优势了。从工程的角度来说，这样对用户是有利的，但是却增加了复杂性，减慢了普及率。虽然有人会反驳说电车更加智能，但是问题是，这东西给用户增加了多少价值呢？也许是我没有想明白。从中国的经验可以看出来，电动车的替换暂时能看到的只是替换，并没有像当年 iPhone 出来那样带来新的需求。如果由此来展望特斯拉的未来，我们则是可以看到，可能真的只是一家普通的车企。之前大家对特斯拉的看法是觉得电车作为载体，然后在上面构建生态，给的估值也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给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电动车普及率这么高的情况下，也没有在上面构建出什么生态来。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Elon Musk 是不是能想出更新的东西放在特斯拉上面，使得生态出来。但是就目前来看，所有电车企业体现出来的还就只是普通车企。为什么这么说呢？车载的语音识别、更好的悬挂和娱乐系统，更像是以前豪车的配置变得便宜了，而不是变出了什么新的花样。当年的 iPhone 取代诺基亚的塞班，则是彻底把电话变成了一体的娱乐办公机器。电动车这个产业在中国的产能过剩，则是使得销量节节高升的比亚迪股价不断下跌，因为这会使得企业利润下降。假设欧洲和美国没有贸易保护限制中国的电动车，也许特斯拉的股价会下降更多，因为特斯拉可能需要降价更多和中国的电动车比拼。而实际上，即使现在没有贸易保护，特斯拉不断被拉高的产能和用户对电车的需求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迹象了。现在特斯拉的产能是200万台，而需求是181万台，这是2023年4月的数据，还没包括特斯拉内华达超级工厂的数据。对特斯拉来说，如果需求起不来，只剩下降价一条路。所以我们预期特斯拉2024年还得降价，毛利率估计还得下去。2023年，虽然比亚迪销量上去了，但是比亚迪车型几乎都在降价，产能过剩且没有新的增长点的情况下，这条路似乎特斯拉也得走一遍。比亚迪现在在中国的销量是300多万台，在中国国内乘用车需求约2000万台的情况下，已经是很难再扩张的了。而如果比亚迪把产能继续提高，但是出口却提不起来的话，比亚迪只能降价。而现在比亚迪的产能仅中国国内已经超过400万台了。对车企这种固定资产比重比较大的企业来讲，产能闲置是损失很大的。只要能有一点毛利，就得拼命生产。那么假设特斯拉在欧洲和美国的增长缓慢，而规划的产能过大的话，会不会走向同样的道路呢？
虽然我们不再看好特斯拉，但是也许市场会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新的变化出来，比如我们这一期视频都还没有聊到的特斯拉的 Robotaxi 和太阳光伏的业务，也许对特斯拉业务会有突破点吧。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记得订阅我们才是说。